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一个曾经入伍10年的军人，退伍后却变成了一个畜生，他为何要这样做？两人背后究竟又藏着什么故事？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故事还得从中国四川省的成都市说起。2000年2月21号，当地一个派出所接到民众报警，报警人表示有名男子正在被人围殴，你们再不出来就要出人命了。巡警赶到事发街道后，还没来得及下车，就看到一家诊所门前围了很多人。警笛声的到来让围观人群越聚越多。被打的男子叫做姚勇，是武侯区一家诊所的医生。之所以被打，是因为他对女友下半身挖洞上锁。听到挖洞上锁这4个字，警员一脸疑惑，大清早的，你们这群家伙搞什么鬼？什么叫给女人挖洞上锁？其中一位女警员马上检查了涉事女子的身体，结果惊讶地发现她下体确实挂着一把锁，其惨状让人不忍直视。更让人震惊的是，当时女子已经怀孕4个多月，为她上锁的人竟然还是她的医生男友。出警这么多次，这绝对是巡警印象最深的一次。作为一名医生，姚勇为何会做出如此恶毒之事？整件事背后又是否有其他内情呢？警方调查后发现，被上锁的女受害者名叫刘淑荣，当时年仅22岁，男友就是前文中的姚勇，当时48岁，两人相差了足足26岁。彼此相识的缘由得从事发前1年的1999年说起。当时刘淑荣从老家来到武侯区，进入一家鞋厂打工。在某天上班时，她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本以为休息一下就无大碍，不料愈加严重。在妹妹的陪同下，她来到工厂附近找药店。人生地不熟的两人走着走着，找到了一家名叫爱心门诊的兽医诊所。远水救不了近火，刘淑荣决定在这里先医治，实在不行再去远一点的医院。走到屋里后，一个男子迎了上来，年纪看起来有40多岁，他就是姚勇。诊所不大，加上休息的地方只有10个平方左右。因为没有行医资格，姚勇一直没有申请营业执照，很多认识他的本地人都不会找他看病。走进爱心诊所的患者大多是周围不熟悉情况的外来务工人员，其中一个就是刘淑荣。稍微诊断后，姚勇给刘淑荣吊了点滴，临走前还叮嘱他，打完点滴高烧应该就会退了，但明天还要来就诊，根据康复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打针。同时姚勇还告诉刘淑荣的妹妹，明天不用陪你姐姐来，省得请假还要被厂里扣工资。听到这话，姐妹两人心里泛起一阵暖意。出门在外遇到好人，不愧是医者仁心。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番似好心的关怀其实暗藏杀机。第二天，刘淑荣果然独自来到诊所。姚勇一看，心中大喜，他简单询问了几句病情，并要求再打1小瓶点滴，承诺此后会药到病除。不过奇怪的是，这次输液的地方不是在就诊室，而是姚勇休息的小隔间里。在输液接近尾声时，姚勇拿了一杯水进来，说这是药物冲剂，喝了能尽快康复。半信半疑的刘淑荣接过姚勇手中的杯子，一口闷。大概几分钟后，他突然感到昏昏沉沉，眼前的景象越来越模糊，期间还隐约听到关门的声音。确定刘淑荣昏迷后，姚勇拔掉了他手上的针头，将其抱到床上。随着衣服一件件被脱下，房间里的医生变成了畜生。数小时后，刘淑荣终于苏醒了过来，但她觉得自己下半身非常痛，尤其是那个敏感部位。更让人震惊的是，自己身上居然一丝不挂。正当她准备大声尖叫时，姚勇走了进来。看到这个男人得意的笑容，刘淑荣明白了一切。她脑袋一片空白，因为害怕事情暴露，姚勇威逼利诱，一边以尸身威胁，一边承诺会负责，只要乖乖跟了我，等我发达了，别墅豪车我样样都不会少你。21岁涉世未深的刘淑荣就这样被说服，她脑海里好不容易想起报警的念头，早已不知去向。在宿舍看到姐姐后，刘淑荣的妹妹发现姐姐情绪有点奇怪，
并问他要不要再去诊所检查一下，但姐姐一直坚称无大碍。一段时间后，在姚勇的要求下，刘淑荣搬到爱心诊所和他同居。当时妹妹怎么也想不通，姚勇跟姐姐就只是见了一面，结果就喜欢上了他，而且对方还比姐姐大26岁。诊所里的一切看起来都破破烂烂。爱情就像龙卷风，不是你疯就是他疯。刘淑荣搬过来后，为了庆祝自己告别单身，也为了炫耀自己找了个年轻小迷妹，姚勇特地请了几个朋友聚餐。饭桌上他宣称刘淑荣是自己刚过门的妻子，即使两人根本没登记领证。同时姚勇还要到了女友老家的地址，给未来的岳父岳母写了信，在信中以女友的口吻说自己找了个男友，对方是医科大学的高材生，不仅人长得帅，还很能干。写完信后，姚勇还不忘加个红包，里面装着300元人民币的现金，撒谎说这是男友的心意。刘淑荣的父母收到信件后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大字不识几个的女儿居然找了个高材生。虽然有点怀疑，但想到只要女儿过得好，那他们就一切放心了。在刚开始同居时，姚勇表现得还算不错，经常主动承包家务。刘淑荣一度以为自己找了个好男人，很快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便直接辞去了厂里的工作，甚至还放弃了最后1个月的工资。事实证明，他还是太年轻了。因为长相甜美，总有一些不知情的年轻小伙喜欢跟刘淑荣搭讪。考虑到女友跟自己的年龄差，以及每天收入平平的药店生意，姚勇内心越来越不安。每次女友很晚回来时，他就会习惯性打听女友的行踪。起初这种不安和担心只是徘徊在脑海里，后来直接反映到行为上。当有其他男人和刘淑荣交流时，姚勇总会一脸不快。男友莫名其妙的反应让刘淑荣越来越无奈，一个喜欢联想，一个不爱解释。就这样，姚勇强烈的控制欲和占有欲，最后演变成了肢体暴力。刘淑荣不管承不承认都得挨打，实在受不了的他，后来索性直接揽下了种种莫须有的罪行。为了惩罚女友，姚勇还会强迫女友写检讨书，但只有小学文化的女友大字都不认识几个，更不要说要写成百上千的文章。为此，姚勇就列出大纲，包括出轨对象的身份信息，甚至还要写出两人偷情的过程，越详细越好。为了不挨打，刘淑荣只好瞎编，把自己自从打工认识的男性都写在了检讨书中，上到70、80岁的老人，下至10几岁的未成年男性。不出意外，写完检讨书拿给男友后，刘淑荣又得挨上一顿咒骂和毒打。姚勇经常威胁说，你要是敢跑，我就把你全家都整死。一番吓唬后，他又会温柔地安抚女友，亲爱的，我这么做也是因为爱你，毕竟你还年轻，是男人看了都会动心。我要是不管着你，还不知道你哪天会被哪匹狼叼走了。虽然经常遭到不公的对待，但刘淑荣却一直没离开姚勇。我们不知道她到底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听信了男友的鬼话。后来某天，刘淑荣的妹妹刘淑华来诊所看望姐姐，不巧的是姐姐刚好不在。在刘淑华转身离开时，姚勇拦下了她，来都来了就不要急着走啊，先坐下喝杯水，你姐很快就会回来了。这时姚勇端来一杯水，但水的颜色非常奇怪，似乎还有一股异味。刘淑华心里一惊，马上起身离开。姚勇见事情败露后，冲到门口把卷闸门拉了下来，然后一把抱住女友的妹妹。所幸大门还没来得及上锁，刘淑华拼尽全力侥幸逃了出来。得知妹妹的遭遇后，刘淑荣非常气愤，但她却仍然没有离开姚勇，更没有勇气把真相告诉父母，因为此时她已经怀孕了。2000年2月17日，姚勇到五金店买了一把锁头，不过这把锁头锁的不是大门，也不是储物柜，而是女友的下半身。回到诊所后，姚勇命令女友躺到床上，接着用绳子把女友捆在床边，用毛巾捂住女友的嘴巴，接着直接用手术刀残忍地给女友下半身上了锁，让女友没办法进行房事。怀孕4个多月的刘淑荣看到自己下半身挂的锁头后，直接怀疑人生。如果用一句话评价男友，那就是表面医生，实际畜生。爱心诊所黑心医生，
自从挂上锁后，刘淑荣只要一走路，她的下体就会很痛。这种痛不但是肉体上的，更还表现在心理上。她不敢跟任何人提起，包括自己的妹妹。另外一边的姚勇，即使给女友的下半身上了锁，但他依然没有停止对女友的怀疑。相反，他每隔几个小时就会查看女友有没有偷偷把锁换掉。在他眼里，女友似乎就是私人财物，必须用锁头牢牢锁住。2月21日，也就是被男友上锁后的第4天，刘淑荣实在无法忍受下体的疼痛，就趁着男友不注意时，向隔壁邻居大姐求救。大姐一看刘淑荣下面后，整个人无比震惊，她连忙报了警，在警方到来前还找其他人帮忙。附近几名热心民众获悉后，直接冲进诊所，把姚勇拉了出来，把他围在一起拳打脚踢。因为害怕出人命，围观人群里有人报了警，这才有了前文中的情节。其实在这之前，刘淑荣曾3次被叫到诊所门口罚跪，旁边店铺的邻居也多次好言相劝，但姚勇始终不为所动。他说这是对妻子在外面勾三搭四的惩罚。起初邻居以为等姚勇火气降下来后，罚跪的闹剧就会收场，岂料这次他如此过分，居然用锁头折磨4个多月的孕妇，这换谁都看不下去。确定基本情况后，巡警立即控制了姚勇，并要求他当场交出钥匙。根据资料，姚勇是四川省重庆县人，初中文化，此前还在军队中服役10年，退役后开始做起了小生意，但因为经营不善不幸倒闭。后来靠着在部队接触过的医术，姚勇来到成都市武侯区开设私人诊所，开始无证行医。而跟他同居的刘淑荣则是来自成都金堂县一个偏僻小村庄，家里靠种地为生，父母没法供养3个孩子上学。作为家里的大女儿，刘淑荣自然知道父母的压力，所以小学毕业后就离开了校园，帮父母干农活，偶尔会去镇上接点手工活赚外快。因为地理位置偏僻，刘淑荣村里的年轻人几乎都外出打工，普遍到过年时才回来一次。看到到处挥霍的同龄人，刘淑荣非常心动。17岁那年，她决定走出老家，前往大城市打工。后来和妹妹进入武侯区某家鞋厂，这才遇到了姚勇。在警方立案之后，关于是否要控告男友对自己的罪行，刘淑荣曾经犹豫了好一阵子。因为在她的认知里，只要女人和某个男人发生关系，那就只能认定这个男人了。无论双方是否有登记领证，这种传统的观念枷锁是她不敢离开姚勇的原因之一。同时，她怕姚勇出狱后真的会报复自己家人。所幸在警方的鼓励和支持下，刘淑荣才站出来指证男友。审讯时，姚勇表示，女友经常在外面和其他男人乱搞，得了尖锐湿疣，自己实在没办法才出此下策，还说那里本来就有洞，就顺着洞给加了个锁。姚勇甚至还狡辩说是征求过女友同意才给女友上锁，可刘淑荣告诉警员自己根本没同意，是男友用暴力方式强制给她做了手术。事情传开后，很多媒体记者纷纷来到警局，把镜头话筒对准姚勇。看着周围这么多相机，姚勇瞬间戏精上身，含泪说道：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管教女友是怕会失去她，我之前离婚就是因为前妻作风不好，现在她也这样，弄得我很痛苦。我天天为她洗衣做饭，她却背着我偷人，我能不管吗？我已经很不容易了，你们干嘛还要这么对我？而且这是我的家务事。可根据警方的调查，姚勇的女友根本没有出轨，也不存在他和其他男性勾三搭四的事情，一切都是姚勇自己的幻想。家务事这3个字，姚某根本不配说出口，因为他根本没有和刘淑荣登记领证，更不配有一个家。他此前的妻子叶水珍就是因为不堪忍受暴力，在女儿还没满1岁时就带着女儿离开，而这一走就是整整12年，期间两人一直没联系。直到从报纸上看到丈夫被抓的消息后，叶水珍才敢带着女儿回到娘家。她告诉记者，每次和丈夫发生争执后，丈夫就会往死里打自己。当地民众认为姚勇根本不配做人，更不配做一个医生，爱心诊所这个招牌直接被人给砸了。获悉女儿的遭遇后，刘淑荣的父母无比痛心，他们一直以为女儿找到了个好人家。
不料居然一直被人如此虐待。父亲告诉记者，把女儿接回来后，他一直不敢接触任何人，也不和任何人交谈。把饭菜端到他面前时，他眼里经常都有泪花。看到女儿这番模样，自己心如刀割。2000年6月19日，针对此案，当地法院召开了庭审。姚勇侮辱妇女罪名成立，被判5年监禁。2005年下半年，姚勇被释放出狱。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他依旧认为给女友上锁是自己的家务事，还说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光阴似箭，如今已经是19年后的2024年。此时的姚勇身在何处？有没有真正悔过自新？还是在另外一个角落继续给下一个伴侣上锁？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他给刘淑荣上的那把锁，也给他自己的人生彻底上了锁。10年老兵的光荣，满腔正义的气概，早已荡然无存。刘淑荣下半身那把锁虽然已经被解开，但不幸的是，他又化成心里一把无形的锁。这把锁在将来也许会被摘下，又也许它永远无法解开。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事情发生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作为美国最富有的地方之一，加州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传出离奇的事情。这一次发生事情的地方就在加州的圣克拉拉县，它是湾区第9大城市，位于美国硅谷中心地带，诸如谷歌、英特尔等知名科技公司把全球总部建在这里。与此同时，圣克拉拉是美国典型的种族熔炉。2010年时，有项调查显示，当地将近40%的人是亚裔面孔。一方面是条件富裕，一方面是治安很好。亚洲很多国家的人来美后都喜欢在这里居住或工作。但俗话说得好，有时候越是有钱的地方，就越发生不可思议的事情。最近一起在美国圈里传得沸沸扬扬的，就是圣克拉拉一对夫妇的案子。这对夫妇来自中国，男的名叫陈立人，女的名叫于宣一，两人一起住在山谷路714号。2024年1月16号这天，一位友人发现自己一直没法和这对夫妇取得联系。不安的友人来到714号，在大门外他按了很久的门铃，但一直没人应答。他马上联系陈立人和于宣一，但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两人都没回应。几分钟之后，有人绕到房屋后面，结果意外发现了陈立人。当时陈立人的状态非常奇怪，一脸恍惚的模样，从衣着打扮来看，不像是刚睡醒。有人觉得事情不对劲，立即拨打了911。在电话中，他告诉接线员自己是714号房屋主人夫妇的朋友，他怀疑这对夫妇可能发生了特别情况，希望警方能派巡警现场查看一下。早上11点左右，圣克拉拉的巡警来到了山谷街。在表明身份后，2名站在门外的巡警向房屋主人阐明了来意，希望能进屋查看，但直接遭到拒绝。因为按照美国法律，在未经房屋主人的同意下，警方不能擅自进入民众的住所，除非发生了特别的情况。通过房屋窗户，巡警发现房屋内男子的表现非常特别，跪坐在地上一动不动，高举双手，目光呆滞，种种迹象表明屋内发生了不对劲的事情。一番快速商讨后，巡警强行进入了屋内。靠近陈立人时，巡警发现他身上有很多红色血迹，便马上将其制服在地。果然，在走进卧室后，就看到了大量血迹，里面还躺着一名年轻女子，一动不动，身上同样有多处血迹。当时巡警发现陈立人用手肿胀发紫，胳膊上还有伤痕，应该刚刚和别人发生了肢体冲突。他对警察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重伤了我妻子”。巡警马上通知了医护人员，将屋里的女伤者送到医院抢救，可最终还是不幸去世。检查报告显示，当时死者是因为头部遭到重击致死，做出这一暴行的人正是她的丈夫陈立人。事情传开后，立即引发强烈关注。
因为涉事的夫妇双双来自中国清华大学，而且都是谷歌的软件工程师，不少官方媒体纷纷进行了报道，其中还有媒体引用论坛的小道消息，描述夫妇两人是因为遇上裁员，压力过于大才自杀，还说丈夫枪杀了妻子，然后再开枪自杀。一时之间，美国梦又被迫冲上热搜，但后来美国警方证实，两人的死不是枪杀，事发男主也没有自杀。一位在谷歌工作的工程师兼友人表示，公司并没有辞退陈氏夫妇两人。根据他了解到的情况，最近半年这对夫妻彼此间的关系似乎出现了裂痕，很少在社交媒体看到他们的动态，跟以往非常不同。在探究发生惨案的原因前，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两人的背景资料。被枪杀的妻子名叫于宣一，来自中国吉林省，此前就读于松原市实验中学。她的照片和名字被公开后，有人爆料她是2014年的市理科状元，还是家里的独生女。为了更好照顾和培养女儿，她的母亲还成了全职家庭主妇。实验中学的一位老师表示，看新闻的照片，遇害女子是自己的学生，当年以702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虽然于宣一的班主任已退休多年，但他对这位学生依旧印象深刻。这个学生是特尖班的学生，性格乖巧内向，平时不善表达，但平时成绩非常拔尖，尤其是理科方面。那一次高考更是他的超常发挥。聊天时，班主任发现这个学生对电子信息类的专业感兴趣。当年于宣一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过，想当一名电子工程师，把更多新奇实用的技术应用到生活中。同时，他还表示自己生活中喜欢玩乐器，高中生涯中没有心仪的男生。2018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他前往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深造，并获得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学位。毕业后曾在亚马逊实习和工作。2021年6月时加入谷歌。无论是学历还是职场，于宣一都是令人羡慕的人才，是无数父母口中别人家的孩子。作为死者的丈夫，陈立人同样非常优秀。根据某论坛上他同学的说法，此前他就读于成都七中，每次考试基本在全年级前50名。除了成绩拔尖和家境优渥，还经常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包括每周一在国旗下的演讲报告。在高一时，曾到美国学习和旅游过，当时就能用英语和别人无障碍的沟通。每次同学有需要时，他总会耐心帮忙翻译。高考之后，凭借优异的成绩，陈立人进入清华大学，和妻子两人同级同专业。毕业之后，陈立人同样前往美国深造，跟于宣一就读同一所学校。硕士毕业后，2020年3月，他进入谷歌，担任一名算法工程师。陈立人和妻子高度重叠的缘分，谁看了都会羡慕，彼此结缘清华，一起赴美深造，进入大厂，彼此之间的惺惺相惜，让两人一起走进婚姻的殿堂。2023年4月，两人在山谷街贷款购买了一套房子，房价大约200万美元。本以为接下来是拿绿卡生孩子，可没想到不到1年，却发生如此惨案。附近邻居表示，涉事房屋所在的山谷街大多都是居住很久的退休老居民。案发时，这对年轻人搬进来还未满1年。刚搬来时，他们还给街坊邻居送饼干，态度非常友善有礼貌，平日也不曾有什么噪音或争吵。要不是看到警车把房子围住，他们是怎么也不敢相信，昔日那个阳光小伙居然会用自己拳头活活打死妻子。但也有人表示，一切的偶然都是必然。像陈立人这种极其优秀的人才，他从小到大的每一个脚印几乎都是被精心安排好的。这种人对自己的要求极其严格，对目标有强烈的渴望。也正是因为如此，一旦他们的某个节点无法被满足时，情绪的另一面就会急剧放大，以至于做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事情。案发后，陈立人的前女友表示，在高中交往期间从来没见过他动手打人，也不清楚这几年他究竟经历了什么，才会让他变成杀人凶手。目前，当地警方已经将其定性为家暴刑事案件，并移交给当地检方。18号时，原本计划召开庭审，但因为目前陈立人还在医院接受治疗，开庭时间被迫向后推迟。根据加州的法律，谋杀罪一般分为1级谋杀和2级谋杀。
前者量刑标准是最少25年监禁，后者最少是15年。罪犯的行为是否能被定义为1级谋杀，主要因素是凶手是主动实施了预谋杀人。就陈立人来说，根据警方目前公布的资料，他完全符合1级谋杀的定义标准。虽然加州已经很久没有执行过死刑，但如果罪行十分严重，影响特别恶劣，也依然有可能判处死刑。案发后，死者的父母怎么也不敢相信，居然会发生这种事情。到现在，他们都还没缓过神来。很多人猜测大概率和家暴有关，后续庭审估计会带来更具体的内容，我们会做进一步的更新。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到底是选择爱情还是选择面包，从来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选择题。有人因为爱情收获了比面包还甜蜜的婚姻，但也有人因此走向了坟墓。到底是幸福美满还是粉身碎骨？今天的主人公夫妇亲自给我们上了一堂课。故事发生在中国江苏省的常熟市。2010年11月25号这天，一位老妇人走进了余山镇派出所。可就在她进入警局的短短几分钟后，附近的富康苑小区突然多了几辆警车，还被拉起数层警戒线。打开7栋2楼一个单元的房门后，警方看到血腥一幕，有个年轻女子浑身是血躺在地上，脖子上有被切割的伤口，旁边还有一把血迹斑斑的尖刀。更让警员吃惊的是，死者身上还有很大的汽油味。惨烈的现场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随后警方很快确认了死者的身份，他是常熟理工学院的一名老师，案发时只有31岁。更让人震惊的是，制造屋内惨案的人居然是他65岁的婆婆刘秀英。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妇人以如此残忍的手段在家中杀害自己的儿媳妇？一切还得从一场婚姻说起。根据资料，1979年许一丽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在高校担任教授，非常注重对女儿的教育和培养。在他们眼里，女儿就是他们的掌上明珠，从小对她万般疼爱，把她当作温室的花朵呵护。高考后，许一丽被名校录取，进入中国矿业大学就读本科。此后，她又考上了研究生。在父母耳濡目染的影响下，许一丽也走向了3尺讲台，成为了常熟理工学院机电系的一名老师。在教学上，许一丽认真负责，颇受学生的肯定。在个人情感方面，长相端庄又单身的许一丽一直不缺追求者。考虑到女儿已经工作稳定，也已经来到适婚年龄，所以父母总会明里暗里催促她。女人到了合适的年纪，不管事业有多重要，总归是要组建家庭。不但如此，许一丽的父母还多次托人介绍给女儿安排相亲对象，但因为种种原因，女儿这根婚姻线就是接不上。后来在一次教职工活动上，许一丽遇到了一名名叫董刚彪的男子，两人刚好都在常熟理工学院任教。当时董刚彪长得一副书生模样，谈吐优雅，举止斯文，给许一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男未婚，女未嫁，在一系列机缘巧合下，两人结识了彼此，并成为了男女朋友。对于性格单纯、心地善良的许一丽来说，她想要的只是一个能携手余生的伴侣，一个踏实顾家的男人。交往一段时间后，许一丽向父母介绍了男友，征求他们的意见。第一次看到眉目清秀的董刚彪时，许一丽的父母还算比较满意。通过女儿口中，他们了解到董刚彪来自陕西的一个单亲家庭，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小学还没毕业就早早辍学，后来结过3次婚，目前还是单身一人。董刚彪是他第2段婚姻时生下的孩子。除此之外，董刚彪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哥哥和姐姐。了解到这里，许一丽的父母就有点担心，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刻在骨子里的，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在情感或者性格方面可能不太健全。妈宝男和家暴男的案例他们见过太多了。爱情是爱情，婚姻是婚姻，
不可能仅因为一段爱情草草定终生。他们劝女儿考虑清楚，董刚标到底值不值得托付余生。但沉浸在甜蜜爱情里的许一丽坚持认为董刚标就是自己要找的那个男人。出于方便，董刚标在大学任教后，把母亲从老家接到了学校。为了省钱，他和母亲一起住在校职工宿舍。董刚标认为母亲供自己上学不容易，现在自己有这个能力了，就想让母亲跟着自己过好日子。许一丽获悉后就觉得，这样一个负责任的男人，将来也肯定非常疼爱孩子。作为过来人的许母则认为，女儿一直在城市长大，而董刚标的母亲来自农村，又是小学毕业，双方在很多事情上的看法可能相差甚远。避免矛盾产生的最好办法就是隔离矛盾源。他们劝女儿再仔细观察一段时间，可没想到女儿直接先斩后奏，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他们只能答应这段婚姻。由于女婿工作时间不长，所以徐一丽的父母在物质上没有过多要求，只希望他全心全意照顾女儿。2005年1月，两人在常熟市完成了婚礼。那天，许一丽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女人，因为自己嫁给了爱情。但后来的事情证明，他们的爱情一走进婚姻后就变成了坟墓。结婚后，许一丽和丈夫还是住在校职工宿舍，一室一厅，作为过渡可以说勉勉强强。董刚标此前的宿舍则留给母亲刘秀英住，虽然自己条件非常一般，但对于这个儿媳妇儿，起初刘秀英觉得徐配不上自己的儿子。但面对刚进门的儿媳妇儿，表面上她还是客客气气。稳定的工作、和蔼的婆婆、恩爱的感情，如果不出意外，接下来徐一丽就开始备孕。可在某一天时，三人一起吃晚饭时，婆婆突然说自己一个人住有点不习惯。本以为婆婆只是随口说说，可没想到说着说着，婆婆居然暗示想搬过来一起住。董刚标作为儿子，并没有直接拒绝母亲。虽然明面上没有表示反对，但徐一丽心里非常生气。整个宿舍就只有一张床，3个人怎么睡？新婚夫妇和婆婆同睡一屋，这传出去不得被人唾沫淹死。这时丈夫表示可以在卧室大床旁加张小床。听到丈夫说出这话，徐一丽就更生气了。奈何丈夫不支持自己，最终只好3个人同睡一屋。那一晚，徐一丽辗转反侧，看着丈夫和婆婆熟睡的模样，她就更难以入眠了。可没过几天时间，婆婆刘秀英就说自己睡小床睡不习惯。董刚标听完后，就让妻子睡在小床，自己和母亲睡在大床。徐一丽觉得很憋屈，就向母亲吐了苦水。母亲听完之后是既震惊又生气，但她只能安慰女儿，毕竟建议女儿离婚始终是下策。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徐一丽在外面买了个折叠床，有时候自己搬出来睡在客厅里。婆婆看到后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也许对婆婆来说，一家人睡在一起根本没什么不妥，可她的无所谓却让儿媳妇和儿子两人不知吵了多少次架。因为这些事情，儿媳妇和婆婆两人的关系急转直下。每次矛盾要爆发时，董刚标总会努力打圆场。因为生活习惯不同，刘秀英对这个儿媳妇越发不满，小到水果，大到衣服，徐一丽买的每样东西似乎都很难让她满意。她总是有意无意地暗示儿媳妇，女人要学会体谅丈夫，赚钱不易，得学会勤俭持家。但无论婆婆说什么，徐一丽都不予理睬。工作那么辛苦，花点小钱犒劳自己又怎么了？她不想和婆婆闹僵，不料婆婆却变本加厉。后来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徐一丽的母亲曾说过，女儿吃饱饭后用水冲一下嘴巴，这个原本很普通很正常的生活习惯，婆婆却非常看不得。有一次，小丽先吃饱饭后就顺便把自己的碗筷给洗了，这是他们家里的习惯，自己洗自己的碗筷。可在婆婆看来，这是儿媳妇的一个下马威。结婚一段时间后，徐一丽有了身孕。按理说，作为婆婆，既然儿媳妇已经怀孕，那自然要优先照顾孕妇的生活习惯。但刘秀英早就把极致的节俭刻在了骨子里。
因为宿舍卫生间的水龙头漏水，她就习惯性的去接来用。对于婆婆的这些习惯，徐一丽是越发难以忍受。怀孕的人本身就很容易失眠，每天晚上听到滴答滴答的水声就更难入睡了。她多次向丈夫讨说法，但丈夫在婆婆面前始终是唯唯诺诺。2007年10月，怀孕4个多月的徐一丽半夜起床方便时，因为睡意朦胧和光线昏暗的原因，不小心被横在卫生间门口的脸盆绊倒，直接摔了一跤。所幸及时被送到医院，不然很可能导致流产。可即使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刘秀英始终没有做出让步。丈夫董刚彪作为一个妈宝男，始终没有履行一个丈夫该尽的义务。婆媳两人的间隙和矛盾，就像水龙头的水滴，一滴一滴汇聚成一大盆水，最后这盆水演变成汽油，悲剧一点就燃。2008年，徐一丽的孩子出世，恰逢婆婆因为胆结石手术住院治疗，婆婆就把远在农村的女儿叫了过来，负责照顾孙子。几个人就这样挤在职工宿舍里，生活确实非常不便。考虑到丈夫的姐姐是专门过来，徐一丽自然要给她出粮，前后支付了1万多元工资。看着女儿如此受苦，徐一丽的父母很是心疼，他们拿出一笔钱作为首付，给女儿和女婿买了一套房产。徐一丽本来以为只要和婆婆分开住就可以万事大吉，可让她没想到的是，冤魂不散的婆婆又跟了过来。不仅如此，婆婆还擅自做主，将新房附带的车库腾了出来，让当时住在农村的大儿子住在里面。看着自己花钱买的车库成为婆婆送给儿子的新房，徐一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在婆婆刘秀英因为胆结石住院治疗期间，徐一丽主动支付了7000元医药费。她本以为只要自己做出让步，婆婆就会有所改变，可不料出院后的婆婆脾气是越发暴躁，每次和徐一丽发生争执，刘秀英就会当着儿子的面发疯，一哭二闹三上吊。所以在后来，徐一丽就将儿子送到了父母家中，如此一来就能让孩子避免受到大人矛盾的影响，进而可以暂时减轻经济压力和照顾负担，让自己更好集中精力工作。当时的董刚彪因为在攻读在职博士，实在不想理没完没了的婆媳矛盾，就把责任归咎于妻子，有几次还直接动手打妻子。无法忍受的徐一丽就找到父母来主持公道。在岳父岳母面前，董刚彪前后写了3次保证书，保证自己会好好对待妻子。根据某些网友的说法，董刚彪当时之所以不敢在岳父岳母面前撒野，是因为他们对他的博士学位有重要影响。为了报复儿媳妇，有一次刘秀英直接把放在客厅上的资料先斩后奏丢进垃圾桶。事后徐一丽翻找备课资料时，刘秀英就找借口说这资料放在桌上几天，自己以为是没用的材料，就把它丢了。听到这话，徐一丽是火冒三丈，自己辛辛苦苦撰写的备课资料直接被婆婆当垃圾丢掉，婆婆这明摆着是故意的。一步步积累的怨气，让婆媳两人之间的矛盾从嫌弃变成冷战，最后直接升级为肢体冲突。有时实在不想吵架的徐一丽就会寄宿在同事家，或者在车上过夜。2010年9月，两家人一起到江苏南通游玩，期间徐一丽还主动照顾婆婆，帮她点菜端菜等等。因为此时的她已经下定了离婚的决心，她只想跟丈夫一家好聚好散。可她怎么也没想到，她的这番善意居然直接把自己送离人间。从儿子口中获悉儿媳妇离婚的想法后，刘秀英非常害怕，她怕孙子被抢走，更怕这套不断在升值的房子被分走。她决定先下手为强。不知从哪里得到的主意，刘秀英决定用汽油教育儿媳妇。但到了加油站之后，她才发现汽油不能用塑料桶装，于是她只能打道回府。也许这是上天给刘秀英一次悬崖勒马的机会。可惜他还是一意孤行，他花了400元人民币让路人帮自己买了50元的汽油。根据案发后记者的报道，刘秀英原本计划在11月12号这天动手，但恰逢这天儿媳妇不在家，
因为决定离婚后，徐玉丽就很少回去住，闲暇之余，她还去看了新楼盘，登记了买房意向。想到能摆脱家里2个奇葩，她是无比开心。11月25号这天，为了方便复习，徐玉丽决定回家暂住1晚。知道儿媳妇要考试后，刘秀英就故意调高电视声音，直到第2天，因为用电的原因，两人又吵了起来。没有了丈夫这桶润滑油，婆媳2人的争吵直接拉到最大值。一边是刘秀英指责徐一丽不配当董家媳妇儿，一边是徐一丽怒斥刘秀英是个泼妇。不想浪费口舌的徐一丽就穿上外套准备出门。看到儿媳妇儿如此嚣张，刘秀英被彻底激怒，她直接从屋里拿出藏好的汽油，然后朝儿媳妇儿泼去。毫无防备的徐一丽直接被泼个正着，当时戴着隐形眼镜的她瞬间感觉眼睛一阵刺痛，直接摔倒在地上。看到儿媳妇儿无法反抗后，刘秀英就直接拿出一把长28厘米的尖刀，疯狂刺向儿媳妇儿的颈部。12次刀起刀落，徐一丽直接惨遭杀害。期间，小区内一个小卖部老板曾听到有个女人喊救命，可当他出来查看情况时，就已经没了动静。他只看到7栋3楼有人在晾衣服，却不知道2楼正在上演着一场凶杀案。根据警方后来的审讯，作案后的刘秀英不但没有报警，也没有通知儿子，在洗了手后回到房间换了一身衣服，下楼到餐馆用餐，然后才慢慢走到常熟城南派出所自首。获悉女儿遇害的消息后，徐玉丽的父母直接哭成泪人，除了痛苦就只剩下后悔。如果当初坚持不同意女儿嫁给董刚彪，女儿就不会惨遭遇害。在事发前的几个月，两家人还一起去外地游玩。根据警方的报告，徐玉丽脖子有12处伤口，几乎是失手异处，只剩下一层皮连着。案发后，有记者采访了董刚彪，问他为何不调节妻子和母亲之间的矛盾，但他给出的回答很简单，自己一直以为母亲和妻子只是陷入冷战，一个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一个是自己深爱的女人，对于他们2个女人的矛盾，自己实在无能为力。对于这起人间悲剧，很多网友义愤填膺，如此狠心的婆婆必须判她死刑。2011年6月17号，常熟市人民法院召开了庭审。法庭之上，刘秀英虽然承认杀人事实，但一直否认是蓄意谋杀。她说自己朝儿媳妇儿泼汽油是为了吓唬她。不但如此，她还说自己和儿媳妇儿相处得很好，全然是亲家母在中间挑拨他们的关系。听到刘秀英当众说出这种话，台下很多听众是怒火中烧，他们恨不得直接往这魔鬼身上泼一大盆汽油，然后直接点燃送他上路。在6个多月后，12月2号，当地法院做出了1审判决，刘秀英被判死刑，但缓刑2年执行。也就是说，在2年内，如果刘秀英在监狱里面没有犯下重大错误，她的死刑会被改为无期徒刑。面对这个判决，徐一丽的父母无法接受，他们提起了上诉，提出判处凶手死刑的诉求，但被法院直接驳回。2014年，考虑到刘秀英年纪和身体原因，江苏南通女子监狱就为刘秀英提出了减刑意见书，将死刑改为无期徒刑，并获得了当局的同意。律师透露，法院之所以会判凶手缓刑2年，是因为在案发后，董刚彪利用自己作为死者丈夫的身份向凶手出具了谅解书。其次，考虑到在案发后凶手能够自首，以及他的年纪和身体条件，这才让法院很难做出这个判决。按照当时的婚姻法，徐一丽和董刚彪2人的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徐一丽成功离婚，就意味着她也能获得这套房子的权益。恰逢当时一路狂飙的房价，有人就怀疑，也许幕后黑手不仅仅只有婆婆刘秀英，丈夫可能也参与了策划。只要妻子消失，他作为第1继承人能获得家里大部分的遗产，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也的确如此。当时网上有传言，董刚彪以抢夺孩子的抚养权为筹码，要求岳父岳母放弃所有房产。徐一丽的母亲始终无法接受。
当初自己出钱给女婿买房子，在房产证上只写女婿一个人的名字，就是希望他好好保护自己的女儿。可不料当初的善意却成为自己伤口上的盐。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董刚标本科学的专业是法学，他应该相当了解刑法。这些惨案背后的种种巧合和猜测，难免不让人浮想联翩。2016年时，董刚标升职成为大学副教授，还通过相亲另娶新欢。他的母亲在服刑2年后，以患癌症为由成功申请保外就医。对于这起悲剧，不少人表示，如果徐一丽当初不嫁给董刚标，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下嫁凤凰男，扶贫式婚姻往往就是坟墓预备区。可小渊个人觉得，所有的婚姻悲剧的根源往往在于黑暗的人性，而不是表面的物质条件。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说起雅典这个地方，很多人就会想到它的历史文化艺术，可就是在这样一座城市，却发生了一件轰动欧洲的惨案，为这个原本美好的城市抹上了一层红色阴影。2021年5月11号早上6点左右，雅典警局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报案人的声音非常奇怪，嘴巴像是被人塞着东西，无法正常说话。接线员仔细听了几次，才听出男子很像是在喊救命。几乎在同一时间，接线员又接到了一名女子的电话，对方说自己邻居似乎遭遇抢劫，急需警方的帮助。顺着两人信息提供的位置，接线员发现目的地是阿洛索尼岛的同一栋别墅。很快，值班警员就驱车来到了现场。在走进涉案房屋后，他们看到了可怕的一幕：一条年幼的哈士奇被人用绳子绑住，吊在了别墅的楼梯上。看到陌生人时毫无反应，已经被残忍杀害。沿着楼梯上楼时，警员听到了婴儿的哭啼声。一走进2楼某个房间，警员就看到现场一片狼藉，床上躺着一个年轻女子一动不动。警员刚想实施抢救，却发现她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而在她的身边还有个不停哭泣的婴儿。在房间的另一侧，警方看到了一名男子，当时他倒在地上，眼睛和嘴巴被人蒙住，四肢被缠着胶带，全身无法自由活动。在撕掉他身上的胶带后，他马上就冲到床边，大声呼喊妻子的名字。可无论他怎么喊，妻子依然是毫无反应。根据资料，案发别墅里住的是一家3口，女主人是20岁的卡罗琳，丈夫则是巴比斯，还有他们2人尚未满岁的女儿莉迪亚。从丈夫的口中，警方了解到了事情的大概经过。巴比斯表示，在昨晚半夜4点半时，自己听到楼下有异响，还有犬吠声，可很快又安静了下来。自己觉得不对劲，就准备下楼查看，可还没走出门口，3个蒙面匪徒就闯了进来。他们捂住自己的口鼻，把自己和妻子绑了起来，还用枪指着婴儿作为筹码，要求他交出家里的现金还有珠宝。由于对方有3个人，手里还有枪，为了避免家人受到伤害，自己只能按照命令给了他们1万欧元现金，还有一些珠宝首饰。但被吓到的女儿一直哭个不停，因为害怕哭声会引起邻居的注意，中途劫匪还用枪指着女儿，生怕女儿受伤的妻子就直接冲了过去，和劫匪发生了正面冲突。最后呢，却被紧紧按在床上。丈夫巴比斯刚想抵抗，他就被人在背后敲了一棒，然后晕了过去。醒来之后，他就发现自己倒在卧室地上，全身被人绑着，嘴巴和眼睛都被蒙着。他靠着以往的记忆，他艰难地爬到了床头柜旁，撞倒了摆在上面的电话。靠着按键的特征，他用鼻尖盲按电话键报警求助。巴比斯告诉警方，当时他向外面打了2个电话，一个是打给当地警局，另一个则是邻居。因为当时通话记录上最后一个联系人就是邻居，在行动受限的情况下，这是最快速的求助号码。邻居接到电话后，却只听到奇怪的声音，因为此时巴比斯的嘴巴被缠着胶带，根本没法正常说话。不安的女邻居就叫醒了丈夫，一起来到了巴比斯的住所，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结果就发现了被吊起来的哈士奇，这才马上报了警。为了弄清案发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
警员调出了别墅的监控录像，前面几小时还很正常，可后面时画面突然中断，只有一句提示，请插入储存卡。不出意外的话，储存卡应该是被劫匪拔走了。走访周围邻居时，其中一个邻居表示，当晚自己听到了卡罗琳的哭声，她以为卡罗琳是在和丈夫争吵，因为之前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但没想到这一次是遇到了歹徒。巴比斯告诉警方，3名匪徒抢走了1万欧元现金以及价值2万欧元的珠宝。至于为何劫匪会盯上自己家人，巴比斯就推测，可能是有人向匪徒泄露了自己的信息，因为自己和妻子最近刚买了一块地皮。卡罗琳遇害的事情传开后，立即在当地引起了热议。案发时她只有20岁，女儿莉迪亚也只有11个月大。小年纪的莉迪亚还没来得及记住母亲的模样，就永远和她天隔一方。根据资料，卡罗琳是个混血儿，父亲是英国人，是一家能源公司的高管，母亲是菲律宾人，是连锁酒店的老板。卡罗琳可以说是从小衣食无忧，有非常多的爱好，包括拥有跆拳道的黑带水平，但即使拳脚功夫再高，也抵不过真枪实弹。周围人表示，卡罗琳性格乐观，而且心地善良，喜欢小动物。家里那只遇害的哈士奇就是她收养的。美丽乐观的她总是焦点人物，追求者一直络绎不绝。在15岁时，卡罗琳认识了比自己大13岁的巴比斯。巴比斯是一个直升机飞行员，帅气英俊，收入稳定，体贴温柔，几乎拥有完美男人的一切。更巧的是，巴比斯的母亲刚好是卡罗琳所在大学的一位教授，缘妙不可言。就这样，两人互生情愫，在交往18个月后，巴比斯就向卡罗琳正式求婚。2018年时，年仅17岁的卡罗琳就和巴比斯走入了婚姻的殿堂。而对于卡罗琳的父母来说，女儿在17岁就结婚确实有点早，但这并不重要，只要遇到真正爱她的男人，这又何妨呢？结婚2年后的2020年，卡罗琳生下了女儿莉迪亚。在她的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到她分享的大量亲子照片，仿佛是个无比幸福的女人。直到那一晚后，一切都戛然而止。政府接受采访时也是多次泣不成声，他恳请警方一定要将凶手绳之以法，给自己和家人一个公道。巴比斯伤心欲绝的模样被各家媒体争相报道，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欧洲。而一些热心的民众会悄悄地给他们送去慰问信，或者在他家门口放下一束花为他妻子祈福。在民众自发为死者哀悼的同时，警方的调查却遇到了问题。除了当晚听到哭声的邻居，警方没有找到任何目击者，卡罗琳身上也找不到外人的 DNA 信息，调查直接陷入了僵局。为了找到有效线索，案发3天之后，警方发布了30万欧元的悬赏令。不但如此，警方还找来说各种语言的人为巴比斯做了听力对比，最后他们确定匪徒说的是阿尔巴尼亚语，阿尔巴尼亚也是欧洲国家，就在希腊的北部。无独有偶，在卡罗琳遇害的几个月前，附近就发生过几起抢劫案。后来警方就找到了一个可疑的男子，他是格鲁吉亚人，案发时刚好就在附近活动。案发之后还试图用假护照出境，可活动痕迹信息表明这名男子不可能是凶手。破案希望再次落空，刚燃起的希望又被浇了冷水。案发8天后的5月19号，巴比斯在社交账号上就发了一张他和妻子的婚纱照，上面还有配文：我们永远在一起，亲爱的卡罗琳，祝你旅途愉快。深情的哀悼词搭配警方的进展，无疑给舆论加了一把火。调查负责人坐立不安，再不破案就得回家耕田了。事情上了热搜后，每天都有很多记者蹲在巴比斯住所周围，每次他一出来就会被一群记者围住。镜头前的他总是充满悲伤，他说的越是动情，给到警方的压力就越大。按照他的说法，当晚闯入别墅的劫匪有3个，可警方发现无论是地下室还是窗户大门都没有暴力闯入的痕迹。也许劫匪是技术性进入，但是翻遍整个别墅，
警员都没有找到他们留下的任何痕迹，甚至没有任何毛发、任何指纹。与此同时，巴比斯说过，妻子和劫匪发生了肢体冲突，可是为卡罗琳尸检时，他手上并没有其他人的皮肤碎屑，也没有任何衣服纤维。警方实在无法想象，能够把现场痕迹清除得如此干净的人，居然只是为了抢走1万欧元，还有价值2万元的珠宝首饰。这就像电视剧纸钞屋那几个家伙费了一番功夫，最后却1分钱也没偷，这实在太不科学了。警方调出了监控录像，起初屋内一切都很正常。在晚上12点时，巴比斯还抱着女儿躺在沙发上，而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就从沙发上离开，消失在监控死角中。凌晨1点20分，在劫案发生还有3个多钟头之前，监控画面突然中断，应该是有人突然拔掉了储存卡。从这里以后，别墅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警员一无所知。警方仔细研究了每一项证据，在卡罗琳的智能手表上，他们有了新发现。这种手表除了提供记录时间的基本功能外，还可以测量佩戴者的部分生理数据，例如脉搏、心跳，还有睡眠状况等等。警员联系了相应的公司，解锁了手表，把上面的记录导了出来。数据显示，在凌晨4点05分之前，卡罗琳各项生理数据还很正常，也就是说她还没有遇害。但奇怪的是，在4点05分开始，脉搏次数突然猛升，整个过程维持了6分钟。在4点11分后，脉搏数据就突然中断，卡罗琳的脉搏和心跳似乎突然停了下来。但丈夫巴比斯却表示，劫匪是在4点半时进入他家，然后来到2楼劫持了他们2个人。与此同时，巴比斯手机的一款运动软件显示，在当晚4点半以后，他的步数一直在上涨。明明被劫匪敲晕了过去，怎么步数还会一直增加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要么巴比斯记错了时间，要么他在撒谎。在整理卡罗琳的私人数据时，警方意外找到了她的日记。在日记里，她描述了不为人知的内情，例如在案发前几个月中的一篇日记，她说自己不知道能否和丈夫一起走下去，自己非常爱他，但是这份爱也许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在其他日记里，卡罗琳还提到丈夫的控制欲是越来越变态，居然试图在自己手机上安装追踪程序，以此监视自己的活动轨迹。因为这些事情，两人争吵的频率越来越高，丈夫甚至会对卡罗琳施加肢体暴力。于是警方再次找到巴比斯，要求他还原更多的案发细节。在警员的追问下，巴比斯交代了越来越多的事情，可他说的越多，警员发现的漏洞就越多。他承认在案发前自己和妻子确实闹过矛盾，但是这点矛盾根本不至于要杀害妻子。在案发37天后的6月16号是卡罗琳的追悼会，当时举行追悼会的地方是他从小生活的阿洛尼索斯岛。葬礼上大家心情无比沉重，卡罗琳的父母更是几度落泪。巴比斯失去了一位妻子，他们失去了一个宝贝女儿，而莉迪亚则失去了一位母亲。追悼会上，巴比斯和岳父岳母一起给妻子献上了鲜花。在爱妻墓碑面前，他站了整整4个小时，这幅场景又怎么不令人动容呢？就在追悼会快要结束时，一架直升机突然降落在小岛上，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一群全副武装的警员就站在巴比斯面前。在所有人面前，警员拿出了一份文件：巴比斯先生，你涉嫌一起蓄意谋杀案，我们会将你带回警局。众人怎么也想不到，前一秒为亡妻痛哭的人，下一秒就像一个重刑犯一样被戴上了手铐。在一片快门声中，巴比斯被押上了直升机。面对警方亮出的种种证据，审讯室里巴比斯还原了事情经过。在2019年时，他和卡罗琳结婚，但因为种种原因，两人第一个孩子不幸流产。自此之后，妻子就性情大变，非常容易因为小事发火。案发当天晚上，两人再次爆发争吵。稍微冷静下来后，卡罗琳就走上2楼卧室准备睡觉，并把丈夫挡在了卧室外面。可是因为孩子的哭声，两人又吵了起来。期间卡罗琳一直吵着要回娘家，一气之下的巴比斯就拿起枕头，用力捂住妻子脸部。
妻子奋力抵抗，可当时巴比斯大脑一片空白，只想妻子冷静下来。几分钟之后，当他移开枕头后，却发现妻子已经没有了呼吸。不知所措的他后悔万分，不停地在卧室里来回走动。看着还没满岁的女儿，他知道自己绝对不能进监狱，这才说了有劫匪闯入家中的谎言。为了让警方信服，巴比斯还说自己杀了家中的宠物狗，把它绑在了楼梯栏杆上，然后把自己绑起来，再假装打电话报警。巴比斯说这番话的目的就是想让警方相信自己是过激杀人，而非蓄意谋杀，因为这对法官的量刑会有很大影响。但即使如此，手表的细节证据还是能够证明他没有交代全部的实情。卡罗琳的智能手表显示，在当晚半夜4点05分之前，她的心跳和脉搏一直都很正常，没有出现严重的情绪波动，自然就不存在和丈夫发生争吵的事情。提前取走监控内存卡，就证明巴比斯这是蓄意谋杀，而不是激情杀人。他知道妻子是跆拳道黑带，只有出其不意，先下手才能够成功。一位朋友指出，也许从头到尾，巴比斯对卡罗琳的爱都是假的。当卡罗琳认识巴比斯时，她只是个心智尚未成熟的15岁少女。作为一个30岁的男人，疯狂追求未成年少女，说得好听点，这是伟大的爱情；说得难听点，这就是恋童癖。2019年，在卡罗琳刚成年时，巴比斯就把她带到了葡萄牙旅游，期间和她登记领证。结婚1年多之后，卡罗琳就生下了女儿，但也因为婚姻和爱情，她放弃了学业，成为了全职家庭主妇。恋爱时，巴比斯满口承诺要让妻子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可结婚没多久之后，他却以变态的占有欲控制妻子，不让妻子重返校园。因为巴比斯是个飞行员，经常有飞行任务，和妻子是聚少离多，他害怕妻子会因为单相思胡思乱想。案发当天，卡罗琳就在外面订了酒店，长痛不如短痛，这一次她下定了决心要带孩子离开，可还没等她走出家门，就永远睡在了棺材里。而把她送进棺材的恶魔，正是那个在墓碑面前假装无比痛苦的丈夫。2022年4月，在案发将近1年后，雅典法院就开庭审理了此案。从下车到进入法院，成群荷枪实弹的警员一直围在巴比斯身旁。这个案子影响非常的恶劣，当天法庭外面聚集了大批民众，一边是记者的镜头话筒，一边是民众的呐喊，他们拉着横幅要求法院严惩巴比斯。而另外一边，精神病医生告诉法官，巴比斯这个人具有严重的反社会人格障碍，同时极度自恋。5月16号，法院就做出了判决，因为蓄意谋杀、作假证，还有妨碍司法公正等等，巴比斯就被判处了终身监禁。至于他的女儿，则交由卡罗琳的父母照顾。所以事情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吗？并没有。在巴比斯被判刑1年后的2023年，卡罗琳的父亲大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抛出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在巴比斯被判入狱后，他给岳父寄了一封信，在里面他说自己杀害妻子是被迫无奈的选择。原来在很久之前，卡罗琳经常去一家餐厅吃饭，好巧不巧，这家餐厅的老板在偷偷贩毒。有一次巴比斯去吃饭时，这个老板就想邀请他入伙，因为他经常开着直升机在各地穿梭，要是能把毒品藏到直升机上，就能避免很多路面缉毒部队，而且运毒效率极高。巴比斯起初也很纠结，但是在高额分成的诱惑下，他还是答应了。然而正如俗话说的，在床上夫妻是没有秘密的。有一次尝到甜头后的巴比斯就直接把这事情说了出来，结果卡罗琳暴跳如雷，多少人被毒品害得家破人亡，她要求丈夫马上退出。可是事情哪有那么简单，要知道对方是一群杀人不眨眼的毒贩。巴比斯知道，即便妻子以后离开自己，也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被毒贩灭口，反正横竖都是死，倒不如自己先杀害妻子。我们不知道巴比斯这些话到底有没有骗人，但这些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自从那一晚过后，他的妻子卡罗琳已经永远回不来了。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2006年8月8号，一位面无表情的男子走进了北京警局。男子身上的红色印记让值班警员顿时警觉了起来。不出所料，他接下来交代的事情跟他身上的红色印记一样，充满血腥。故事还得从中国河北省的张家口市说起。1975年，当地一对普通农村夫妇迎来了他们第4个孩子，名叫陈文林。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上面还有3个姐姐。由于父母文化水平低，又没有一技之长，所以家里的收入非常一般，生活过得非常拮据。随着父亲的去世，这种拮据就变成了窘迫。而在母亲和3个姐姐的要求下，陈文林在学习上一路保持着优异的成绩，成为了村里少有的名牌大学生。1998年7月，23岁的陈文林大学本科毕业，获得了计算机专业的学位。4年的大学生活让他迷恋上了北京这个大城市。正如俗话说的，大城市是平台，小城市是江湖。出身寒门的陈文林就更懂得其中的意义。他毫不犹豫的就选择留在北京，希望能靠自己的努力，在北京闯出一片自己的天空。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这片天空被染成了血红色。因为成绩优异且有多段实习经历，陈文林很顺利就拿到了一家外企的 offer， 成为了一名 IT 工程师。当时他的月薪达到了8000多元人民币，就相当于现在的3万多元。而在写字楼众多职员中，这个收入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在20世纪初， IT 产业正在飞速的发展。2000年上半年，在朋友的介绍下，陈文林就认识了北京女孩刘红玲。2个人的年纪不相上下。刘红玲的父母呢，此前是海淀区的菜农，后来因为北京扩建征地，便有幸获得了价值不菲的北京户口，成为了北京人。跟陈文林不同，刘红玲呢是家里的独生女。她大专毕业后就在海淀区的一家服装公司当会计，每个月的工资在2000元人民币左右。而在遇到陈文林之前，刘红玲其实有多段恋爱经历，而最近的一个男友是就读大专时的同学李伟峰。2人从相识到相恋，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李伟峰的父母是下岗多年的北京市普通工人，他毕业之后就被分配到了一个事业单位，月薪在2000元人民币左右。而对于未来女婿这样的条件，刘红玲的母亲是坚决反对，甚至还粗暴地拆散了他们2个人。女儿的男友也曾经多次说过自己会好好努力，让女友过上好生活，奈何未来丈母娘一点机会都不给。为了应付母亲的要求，在没有和男友李伟峰正式分手之前，刘红玲就和陈文林见了面。事情传到李伟峰耳中之后，一气之下的他就提出了分手。昔日的甜蜜恋人在短短1天之内就成为了熟悉的陌生人。李伟峰甚至还跟女友打了个赌，说自己以后一定会过得比陈文林好。刘红玲本以为男友是在说气话，没想到不久之后，男友真的从单位辞职，跟别人合伙开启了一家公司。同事告诉陈文林，这个女孩子工资虽然没有你高，但是性格温顺，长相也非常清秀，丝毫没有千金小姐的那种野蛮。就算你们不能做成恋人，也可以做成好朋友。而在同事的鼓励和撮合下，2人就开始发生关系。见面不久后，陈文林还主动交代了自己的家境，以及自己未来的人生计划等等。他的实诚也给刘红玲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并逐渐发展成了男女朋友关系。一段时间后，刘红玲就带男友见了家里的长辈。交谈过程中，陈文林不卑不亢，有礼有节，给大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可陈文林有所不知的是，他女友母亲的真实意图是想找个上门女婿。因为女友母亲认为自己和老伴没有正式工作，家里又没有儿子，将来肯定还得靠女儿和女婿养老，而自然未来女婿的收入条件就是优先考虑的因素。她再也不想女儿遇到之前那样的男友，一个月的收入只有2000多块，这么点稀碎的工资，要在北京这种大城市扎根，根本就是痴人说梦。而相比较于女儿的前一任男友，
陈维宁虽然来自农村，家里条件也非常一般，但是他为人老实，收入不错，有这样的一个女婿留在身边，就不用担心以后自己没有人照顾。在和女友认识不到半年之后，陈维宁就被女友的母亲催促去领证结婚，而在婚后，女友的母亲就以省钱为由，让陈维宁退掉了在朝阳区租的房子，和女儿一起搬到海淀区的回迁小区房。起初陈维宁也非常纠结，因为这样一来，自己每天花在通勤上的时间就多达3个多小时，想想都觉得恐怖。但是考虑到岳母的好意，他最终还是同意了。而在刚开始住进去时，出于礼貌，陈维宁在生活习惯上总是会处处依顺岳父岳母，但久而久之，这种迎合别人的感觉不是一般的难受。而更让他出乎意料的是，后来岳母居然暗示他把大部分的工资交给妻子。听到这话，陈维宁心里非常不自在，但最后还是照做了。可让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妻子居然瞒着他，悄悄把钱存到了母亲的存折上。陈维宁心里很不舒服，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妻子就没有跟自己商量一下呢？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矛盾，他就多次要求妻子把钱拿回来。而获悉女婿的想法之后，岳母就旁敲侧击地提醒陈维宁，以后这套房子以及我们2个老人的财产全部都是留给你们的，现在我帮你们把钱存着，就是怕你们年轻人乱花钱。由于岳母怎么也不肯让步，陈维宁也只能就此作罢，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而由于工作上应酬的需要，以及北京一带消费比较高，所以陈维宁的零用钱经常不够花。而岳母获悉之后，只是让女儿提醒女婿不要乱花钱，要存点钱为以后的孩子做打算。刚开始陈维宁还觉得妻子是在关心自己，他很感动。可是慢慢的，妻子在金钱上的控制是让他越发不满。经历过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后，陈维宁和妻子甜蜜的爱情早就变成了一滩鸡毛。陈维宁发现岳母的控制欲是越来越强，而且妻子也是越来越没主见，大小事情都得问下他母亲的意见。而因为这些事情，夫妻2个人是经常搞冷战。而结婚1年后的2001年9月，2个人的儿子就出生了。陈维宁的岳母就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刘家延续血脉的香火，所以他就想让孩子姓刘。可是陈维宁坚决反对，儿子跟爸爸姓那是天经地义。但因为孩子姓名的问题，陈维宁跟岳母就陷入了冷战。后来陈维宁就觉得解决矛盾的最好方法，那就是隔离矛盾源头，不要和岳父岳母住在一起。但与此同时，岳父岳母居然先斩后奏，悄悄地把孩子的姓改为了刘。而对于儿子姓刘不姓陈的事情，陈维宁是一直不敢跟家里的父母说，他打算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孩子的姓改过来。在2002年春节，陈维宁就想把刚满1岁的孩子带回老家过年，但不料直接被岳母给否定了。岳母就以农村条件落后为由，劝陈维宁留在北京过年，实在不行租一套房子让亲家过来暂时住一下也可以。他一边是想见家人，一边呢是想让母亲看孙子。无奈的陈维宁最后只能带着几张孩子的照片独自回到老家。从北京到张家口虽然只有190多公里，但是这趟旅途却是他做过最难熬的一次。而在昏暗的灯光下，看着孙子的照片，母亲是时而微笑，时而沉思。看到这一幕，作为儿子的陈维宁岂能不心痛和生气呢？春节过后，陈维宁就在北京5环物色了一套期房，面积在120多平米左右。考虑到丈夫通勤还有孩子教育的问题，妻子就把买房的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获悉之后，就主动拿出了5万元人民币。一方面呢，是作为自己对女儿买房的支持，另外一方面是想以此安抚女婿在孩子姓氏上的问题的怨气。但是到了办理购房手续那一天，岳母就突然提出自己也要一起去。而陈维宁当时就怀疑岳母应该是别有用意。果然在签订购房合同时，岳母就要求陈维宁在房屋产权上写他的名。陈维宁就觉得非常气愤，一半的首付款和将来的月供都是自己负责，所以产权人应该是自己，要加人也是加妻子的名字。
他直接拒绝了岳母的要求，还因此和岳母发生了争吵。最后岳母主动让步，提出让女儿成为房屋的产权人，双方的矛盾才得以草草收场。后来某天，妻子让丈夫给儿子洗澡，漫不经心的陈文宁在把儿子衣服脱光之后，直接就把它放在了盛有冷水的浴盆里，然后才把热水倒进去。那孩子娇嫩的皮肤遇到热水，马上就哭了起来。因为这件小事，夫妻两个人又吵了起来。吵着吵着，两个人又说起了孩子跟谁姓的问题。而期间，陈文宁还被岳母嫌弃是个乡巴佬。而陈文宁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别人说他是乡巴佬，更何况岳母一家此前也不是北京人。他直接和岳母吵了起来，不料激动的岳母直接甩了一巴掌。气头上的陈文宁就把岳母推倒在沙发上，岳父看到后不但没有劝架，反而直接对女婿动起手来。这时的刘红林根本就不知所措，只能一脸茫然的傻傻站在旁边。还没等他开口劝架，丈夫的额头就被母亲用东西砸出了血迹。直到这时，几人的争吵和推搡才停了下来。看到妻子不帮自己，伤心的陈文宁就捂着头，独自打车去医院包扎。而这一次肢体上的冲突让陈文宁彻底伤透了心，他心里非常难受，也很矛盾。他想跟妻子离婚，但碍于年幼的孩子又下不了这个狠心。事发后，陈文宁就请假回老家住了3个晚上，在第4天才被妻子叫了回来。后来当着岳父岳母的面，陈文宁对妻子提出了2个选择，让我们离婚，让我们分家搬出去住。而最后陈文宁就独自搬到了新房子。此时的他对岳父岳母已经感到深深的绝望，而要摆脱这种不讲理的人，就必须带妻儿搬到新房。在2005年10月，利用自己的私房钱以及亲朋好友的资助，陈文宁就凑够了10万元，简单装修的新房子。就在他准备乔迁新居时，母亲突然从老家打电话给他，说自己感到身体不舒服。老家的医院检查后，就建议他们到北京的医院就诊。孝顺的陈文宁获悉之后，就打算把母亲接到北京看病。陈文宁把母亲生病的事情告诉妻子，希望从他手里拿出一部分钱为母亲治病。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妻子竟然表示爱莫能助，因为钱都已经交给了自己的母亲。而当时处于气头上的岳母怎么也不同意交出存折。为了避免母亲担心，虽然陈文宁很不情愿，但他还是请了岳父岳母到饭店吃饭。出于礼节上的考虑，岳父岳母也暂时放下了矛盾，客客气气地为亲家接风洗尘。而在酒桌之上，陈文宁的母亲一看到孙子之后就非常的激动，刚想伸出手去抱孙子，就被刘红林拒绝了。碍于母亲好不容易到北京一趟，陈文宁并没有发火，但是那晚极度抑郁的他喝了不少酒。吃完饭之后，岳母就执意抱着孩子回了自己家，而陈文宁则带着母亲回到了新房子。借着酒劲，他觉得越想越火，所以就跟妻子又大吵了一架。当母亲看到自己刚来就惹得儿子和儿媳妇2个人吵架，所以就默默地离开了。而第2天早晨，陈文宁醒来之后，发现母亲居然不见了。在火车发车之前，他才找到了正要排队上车的母亲，并将她拦了下来。而经过医生的诊断，陈文宁的母亲不幸患上了子宫癌，必须进行手术，但是需要交3万块的押金。而此时的陈文宁因为刚刚装修完房子，手头并没有多少现钱，他只能找妻子商议。可是妻子最后只拿出了1万元，无奈之下的陈文宁就只能找同事借了2万。母亲出院之后，陈文宁本想让他在北京多住些日子，但由于不想看到儿子为难，母亲提出想早点回老家。那母亲大老远从家乡来到北京探亲治病，却受到亲家如此招待，这更加深了陈文宁对岳母的反感。长期积累起来的郁闷让他很容易暴躁和发火，而出于报复心理，陈文宁就把怨气转嫁到了妻子身上，从冷暴力到肢体冲突。有时候妻子实在忍不住了，就会跑上娘家住上3-4天，而岳母知道之后就总会指责陈文宁，一家人的关系也因此变得越来越紧张。在2005年年底时，一辆豪华宝马车停在了刘红林母亲面前，车门一开后他就惊呆了，因为车主居然是女儿的前男友李伟峰。
攀谈之后，刘洪林母亲获悉，李伟芬在刘洪林结婚之后也很快结婚，但是没过3年就离婚了。经过几年的打拼，此时的李伟芬已经是个事业有成的大老总，宝马轿车、豪华别墅，一副青年有为的模样。也许是念及以往的情分，李伟芬承诺可以给前女友安排一个更好的工作，他还把自己的名片交给了刘洪林的母亲。看着逐渐消失的宝马车尾灯，刘洪林的母亲不禁感慨，当年自己真是没有远见，棒打了鸳鸯，白白错过了个这么好的女婿。转头一想到陈文林，他又非常的懊悔不已。而在母亲的再三催促之下，刘洪林就与前男友李伟峰取得了联系。刘洪林怎么也没想到，前男友居然对自己仍有留恋。此后2个人还开始了频繁的来往，罪恶的火苗就这样被悄悄的点燃。2006年7月25号这天，刘洪林在家里整理电脑的照片时，突然翻到了前男友的照片，她陷入了无尽的遐思。不料这一幕刚好就被走进来的丈夫发现，一个不爱解释，一个喜欢联想，不出意外，2人当场肉吵了起来。而在当晚，刘洪林就带着儿子回到了娘家。岳母一听女儿受的气之后，就怂恿女儿离婚。几天之后，刘洪林就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而在8月6号，陈文林就到岳母家找妻子，让她回家商议财产分配的问题，但是直接被拒绝了。而隔天，陈文林再次到岳母家，但是依然吃了个闭门羹。8月8号上午，陈文林就选择了一个非常吉利的时间，打算向妻子和岳母摊牌。如果岳母和妻子答应他的条件，那就快刀斩乱麻，离了婚之后双方永不相见。而在出门之前，陈文林还鬼使神差地带了一把小刀。来到岳母家之后，他发现岳父刚好带着孩子外出游玩，家里只有岳母和妻子2个人。陈文林表示，把新房子产权证的名字改成他的，他就马上同意离婚。但是这个要求遭到了妻子的拒绝，岳母还对此开口大骂。而陈文林坐在凳子上一声不吭，他觉得无比悲屈，娶了个北京妻子，非但没有带来快乐和荣耀，反倒将自己弄得遍体鳞伤。而气急败坏的他，就直接把刀架在了妻子的脖子上，鲜血一下子就流了出来。被吓了一跳的刘洪林母亲开始大声呼喊求救。这时陈文林就松开妻子，来到岳母身旁，一刀直接刺进她的胸部，然后就是一段乱挥。短短1-2分钟之后，54岁的岳母就倒在了血泊之中。看着已经倒地不起的岳母以及奄奄一息的妻子，陈文林似乎动了恻隐之心。在做出疯狂的举动之后，他才停手离开了岳母家，到附近的警局自首。而等到警方赶来时，陈文林的岳母就因为失血性的休克以及颅脑损伤不治身亡，而他的妻子则身受重伤，被送往医院紧急抢救，最后侥幸捡回了一条命。那所幸当时陈文林的岳父带着他的孙子外出，不然当时很可能就是一屋四命。在2007年3月20号，北京市第1中级人民法院就开庭审理了此案。陈文林的老母亲还有3个姐姐也参加了庭审。而在法庭之上，老母亲一直泪流满面，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儿子会如此冲动。从审判庭侧门走出来之后，陈文林看到了听众席上的母亲，虽然她一直极力保持冷静，但她还是无法忍住嘴角的抽动。虽然脸上没流一滴泪，但此时她的心里早已经哭成了泪人。法院认为，由于陈文林不能够正确处理婚姻家庭矛盾，故意非法剥夺他人性命，致1人死亡1人重伤，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按理来说应该判处死刑。但是鉴于陈文林在案发之后主动自首，并且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所以法院便判处了他死刑，缓刑2年执行。如果不出意外，陈文林的下半辈子会在监狱中度过。在主审法官作出判决之后，陈文林就承认自己是罪有应得，但是面对岳母家人仇视的目光，他依然拒绝对杀死岳母的行为进行忏悔。每个人的出发点其实也许是带有善意的，但是如果按照自己的想法一路走到底，那再宽的路也估计会走成奈何桥。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